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想讨论追求心仪事物的话题。许多商业书籍都提到追随自己的兴趣，全身心投入其中，甚至毫无顾忌。但我觉得能够坦然表达自己的喜好并不容易，也很难确定自己真正热爱的事物，真正想做的事情。事实上，对于已经成年的我们来说，或许已经没有时间去寻找自己喜欢的事物。有些人可能会这样想，有人可能会认为寻找自己喜欢的事物是大学生应该做的事情，就像玩游戏一样。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当你早上醒来时，你会期待今天能做的事情；白天你会全身心投入自己喜欢的事情并感到兴奋；晚上睡前你会满足地想着今天已经完成了自己想做的事情。如果你想要过上这样的生活，想要过上这样充实的人生，那么你真的需要从内心深处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追求的事物可以是不断学习成长，并向他人提供知识，通过金钱和感激来回馈自己的劳动，然后用这些金钱再次投资学习，通过不断提升的技能获得更高的回报。喜欢的事情能赚到钱，然后再用这些钱投入更多想做的事情中，这样的循环能让您不断成长。再也没有比这更大的快乐了。今天我想要向大家介绍一本能够开启这种生活良性循环的书籍。我要介绍的是世界上最易懂的如何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方法。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世界上最简单的找到想做的事情的方法》。这本书的作者是日本著名畅销书作家八木仁平。接下来我想要分享一下这本书的精彩之处，不要错过任何一部分。今天我要介绍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章节。第1章，为什么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很重要。第2章，世界上最简单的如何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的方法。第3章，如何选择最危险的职业方法。这些内容都非常重要，请务必看完整个介绍。那么我们马上开始吧。为什么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很重要呢？让我们从第1章开始解释。我要解释的是，通过学习和成长来实现自己喜欢的事情，将所学知识与他人分享，并因此获得金钱和感激之情，然后再将这些金钱投资到学习中，不断成长，获得更高报酬的技能，通过这样喜欢的事情赚到的钱再投资到想做的事情中，形成无限循环。在这个循环中，人们不仅能够持续做喜欢的事情并不断成长，还能获得金钱报酬。但是如果没有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个循环根本无法启动。此外，如果将不喜欢的事情当作工作，当进入这个循环时，会感到犹豫不决，想要转向其他更好的选择，或者觉得其他工作更有趣，中途放弃了之前走过的路，重新回到原点。这种情况也可能发生。有些人可能会感到微妙的不安感，也可能会选择将不喜欢的事情当作工作，因为这样做确实有明确的好处存在。将不喜欢的事情作为工作存在的2个恶性循环。第一个恶性循环是工作带来的压力导致金钱消失。为了释放压力，会不知不觉地参加聚会，购买不必要的名牌服装等，这些都会消耗金钱。酗酒和无谓的消费也是导致金钱减少的方式之一。本应该将金钱投资于提升收入技能或提高工作效率的工具上，如果将金钱用于增加收入的事物上，就能创造更多收入和更加富裕的生活。近来投手思维成为热门话题，意味着像投资家一样的生活方式。如果想要实现经济独立和丰富自由的生活，就必须将获得的收入进行复利投资。复利投资不仅仅是简单的投资股票等，还要将金钱投入可能带来未来收入的事物上，这点非常重要。投资提升个人技能可以获得更高时薪或者接受更高报酬的工作。购买休假时间可以让你放松身心，提高工作效率，可能会带来更好的工作成果。购买洗衣机或洗碗机可以节省大量时间。适当的利用收入进行复利投资是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这有助于提高生活品质。然而，如果你在从事不喜欢的工作，
可能会犹豫将钱投入到该工作上，因为这可能会增加压力。你可能会选择用钱来减轻压力，这种循环无法带来增加收入的效果。这就是不喜欢的工作带来的第一个不利之处。第二个恶性循环是因为对工作不感兴趣，即使有时间也不愿意学习和成长。回家后沉迷于手机、YouTube 等，浪费大量无效时间。你周围有这样的人吗？刚才提到的第一个恶性循环是由于无法进行投资，而在不喜欢的工作情况下，更加无法投资时间，这是一个巨大的障碍。面对不喜欢的工作，会让人产生什么都不想做的情绪，倾向于放弃所有稍微费力的事情。现代人可以轻松地消磨时间，比如玩手机游戏、看 YouTube 等娱乐项目大量存在。因此，对于没有明确想做的事情的人来说，时间可能被无限消耗。这两种恶性循环导致不能将喜欢的事情变成工作的人停止了成长，无法投资于成长，时间和精力也无法投资于未来。这样一来，最初无趣的工作也不会发展，使人越来越无聊，陷入恶性循环并逐渐失去动力。这是最可怕的。重要的是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并且做到最好。换句话说，即使薪水再高，如果不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也不会有好的成果，甚至在未来也不会感到快乐。在现实世界中，如果投入时间和热情，专注于喜欢的事情，并持续保持动力，收入也会逐渐增加。专注于喜欢的事情才是提高收入的捷径。很多人想要靠做喜欢的事情来谋生，但他们认为这是不可能的。通常他们选择工作的原因是薪水高或者看起来很赚钱，这当然没错，但选择喜欢的工作同样重要。即使是在当下非常流行的行业，如果不喜欢，也无法持续下去，应该考虑放弃。通过做喜欢的事情赚钱，并将赚到的钱再次投入到喜欢的事情中。要进入这个循环，首先需要使用本书提供的方法，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或想要做的事情。接下来第2章，我们将介绍世界上最易懂的寻找喜欢的事情的方法。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自己没有那种想做和喜欢的事情，甚至没有爱好。但请放心，寻找想做的事情并不难，就像解数学问题一样，寻找想做的事情也有一套公式，并不是没有想做的事情的人，而是不知道正确的寻找方法。我现在要说明如何正确的找到想做的事情。你认为找到想做的事情最重要的是什么？有人可能会尝试各种不同的事情，通过实践来找到适合自己的想做的事情。有人可能会查看职业排行榜，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还有人可能会深入研究各种工作，找到符合自己兴趣的事情。虽然有许多不同的方法，但实际上，找到想做的事情最重要的是了解自己。而且，刚刚提到的尝试行动、查看职业排行榜、深入研究各种职业的做法，往往会产生相反的效果。你了解果酱法则吗？哥伦比亚大学的实验表明，在超市的试吃活动中准备了24种不同的果酱，试吃并购买的人只占3%。果酱种类从24种减少到6种后，试吃并购买的人数增加了30%。面对过多选择时，人们往往会选择不做选择，这也是为什么24种果酱销售不佳的原因之一。对于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人来说也是如此，他们可能会在面对过多选择时犹豫不决，或者干脆不去做选择，这就导致了推迟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在当今社会，职业选择非常多样化，这使得我们很难确定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不确定想做什么的根本问题就在于选择太多了。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减少选择呢？关键在于了解自己，深入理解自己。虽然这听起来有些泛泛，但实际上要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只需要了解3个方面，即喜欢的事情、擅长的事情和重要的事情。就这3个方面，寻找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时，这3个因素缺一不可。很多人会把喜欢的事情和想做的事情视为同一个概念，
但这种认识还不够全面。想要做的事情是指以擅长的方式去实现自己喜欢的事情。这里所说的喜欢的事情，是指自己热情所在的领域，比如心理学、环境问题、时尚、医疗、机器人设计等等。对于正在考虑就业或转行的人来说，可能更容易理解和解释为所属的行业或领域。总结喜欢的事情的特点，你会对它感兴趣，并且想要更深入了解，因为你觉得涉及这些事情很有趣。这样的话，你会开始思考这是否适合你作为工作，是否应该得到相应的报酬等问题。当你产生了想要了解的冲动，想要深入探索并且激发内心热情的领域时，这就是所谓的喜欢的事情。谈论一下擅长的事情，这指的是自然而然的比其他人做得更好，而且做起来让人感到愉快的事情。因为这些事情是自然而然就能做到的，所以也可以说是一种才能，对吧？才能不仅限于艺术或足球等领域的天赋，还可以包括其他方面的能力，比如站在对方的立场思考问题、持续学习、收集信息、深入思考和分析等等。自己可能觉得这些能力是理所当然的，但对于别人来说，你所拥有的这些能力可能就是非常了不起的才能。总结擅长的事情的特点，你会发现做这些事情让你感到愉快、轻松，甚至是无意识的做到，没有压力，让你更容易入迷。同时也会感受到这些事情就是自己的本性。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日常生活中做这些事情时，比如唱歌或者展示某种能力给别人看，你可能会思考，为什么别人做不到这些呢？这些就是你擅长的事情，对于你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但对他人来说并不一定如此。这也正是你的擅长之处。擅长的事情经常与技能和知识混淆，这两者看似相似，但完全不同。擅长的事情指的是那些能够考虑风险，并且重视他人感受的能力，能够深入研究某一事物等等。而技能和知识则是指会说英语、懂编程、了解网络营销等等。一般来说，这两者被称为擅长的事情，但在两个方面有完全不同的地方。首先，擅长的事情是天生具备的，而技能和知识是后天获得的。其次，擅长的事情可以应用于任何工作，而技能和知识则是特定工作才能应用的。因此，重要的是擅长的事情，因为它可以应用于任何工作，并且一旦掌握了使用方法，就可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灵活运用。相反，技能和知识虽然也很重要，但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得陈旧。有些人过于依赖已经获得的技能和知识，这会限制他们生活的自由度。在寻找想做的事情时，重要的是要找到自己的擅长领域，而不只是停留在技能上。回到主题，想做的事情意味着用自己擅长的方式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也就是说，要找到自己感兴趣且认为能够轻松做到的事情。举例来说，对时尚有兴趣并不意味着只是喜欢，因为这是我感兴趣的领域。也就是说，时尚被归类为我喜欢的事物之一。相反的，如果你能够长时间专注于创造，这并不是你想要做的事情，而应该归类为特定的技能，然后将这两者结合起来。比如，想要在时尚领域进行创作，这时就涉及到了想做的事情的感性层面。换句话说，想做的事情是关于要做什么和如何做到的组合，喜欢的事情是关于要做什么，而擅长的事情则是关于如何做到。许多人只关注喜欢的事情，而忽略了如何做到，这导致在选择工作时会失败。比如，仅仅因为喜欢食物就想进入食品行业是不够的，因为如果你在那家公司的角色不是你擅长的事情，那么工作只会带来痛苦。因此，仅仅因为喜欢书籍就想在书店工作，这种想法需要稍作停顿。喜欢的事情并不一定等同于喜欢书店工作的具体内容，也不代表喜欢的方式和喜欢的结果一定相符。在考虑想做的事情时，重要的是要考虑具体的工作内容是否与自己匹配。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解释了喜欢的事情
擅长的事情和想做的事情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用喜欢的事情加上擅长的事情等于想做的事情的公式来理解。我想您可能已经对此有了更清晰的认识。然而，本书介绍的如何找到想做的事情的方法，其实还有更高层次的方法，即真正找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我们将关注到这三者中还没有提到的第三个要素，即重要的事情。将喜欢的事情、擅长的事情和重要的事情结合起来，才能找到真正想做的事情。这已经能让您在工作中感到一定程度的热情，但总体来说，这个方程还是不完整的。简而言之，这三个因素可以称之为价值观。将喜欢的事情和擅长的事情结合起来形成的想做的事情，代表着行动，而重要的事情则代表着内在状态。例如，对于希望过自由生活、与人温和相处、感到安心稳定和平静宁静、充满热情投入等的人来说，这些都是内在状态的例子。希望你能明白，这些并不仅仅代表行动，更代表着内在状态。用英语来说，不仅仅是 doing， 而是 being。只有将喜欢的事情和擅长的事情的行动与内在状态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成为想做的事情。无论你有多热爱想做的事情，如果工作充斥着加班，无法感受到家的温暖，那么这种缺乏自由感的生活会让你感到痛苦。这意味着你的工作方式并不适合你。这实际上是因为没有满足重要的事情。他们可能本想要获得时间自由，并重视与家人的关系，但却以牺牲个人生活的方式工作。如果一个人不得不削减私人时间，尽管他们实际上想要更多时间与家人在一起，那么这种工作方式会让他们感到不幸。但对于那些认为工作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人来说，全身心投入工作可能就是理想状态。当一个人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情，并且同时满足了重要的事情时，这才真正代表了他们想要追求的目标。关于如何找到重要的事情，一个关键的问题是问自己为什么工作。人们可能因为想要自由而工作，因为想要安全感而工作，因为想要平和而工作，因为对某件事情充满热情而工作等等。对这个问题并没有标准答案。只要你能够从内心深处说出这就是我工作的目的，那么任何工作目标都是可以接受的。这样，当被问到为什么要工作时，可以用重要的事情来回答；被问到要做什么工作时，可以用喜欢的事情来回答；被问到如何去工作时，可以用擅长的事情来回答。这三者结合起来，就形成了工作方式的核心要素，也是实现真正想做的事情的基础。相较于一般性的被问到想做什么工作，回答这三个问题更容易让人理解。对于仍然感到困惑的人，我们进一步准备了具体的三个问题。只要回答这三个问题，你就会逐渐明确自己想做的事情。请尽快尝试回答这些问题吧。第一个问题是，当你在教育自己的孩子或向他人提供建议时，你最想传达的行为是什么？而最不想传达的行为又是什么？这个问题旨在帮助你发现重要的事情，也就是你的价值观。你希望传达给孩子或他人的想法，反映了你对周围环境产生影响的方式，从而与工作的目的产生联系。请试着列出想传达的内容和不想传达的内容。接下来，请思考你想通过这些话语传达的核心价值观关键词。这些关键词代表了你的核心价值观。反过来，能够意识到自己不想表达的内容也非常重要，即使只是在想象中也不愿意。通过展示自己的拒绝反应，我们能够明确了解必须要避免的工作类型。更进一步地说，通过思考需要避免的工作类型及其反面，我们也能更清晰地认识自己的价值观。希望你能认真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对理解自己的核心价值观至关重要。第二个问题是，请回想一下最近你感到恼怒或心情不安的时刻。这个问题旨在帮助你发现自己擅长的事情。当你对他人的行为感到恼怒或心情不安时，往往是因为对方无法做到你自然而然能够做到的事情。当你发现
他人无法做到这些事情时，你就会感到恼怒。所以，当你感到恼怒时，实际上也是发现自己擅长的事情的机会。当人们将平时可以做到而他人无法做到的事情转变为工作内容时，工作会变得轻松且更容易看到成果。通过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找到自己在日常生活中能够轻松做到而他人无法做到的事情。接下来的问题是，你是否有愿意花钱甚至付出代价去学习的事情？这个问题的目的是帮助你发现自己喜欢的事情。正如之前所解释的，人们通常会在他们喜欢的事情上投入时间和金钱。比如，如果你非常喜欢某个游戏，可能会愿意购买特别版或者新的控制器，甚至可能会因此忘记睡觉而全身心投入其中。这种愿意为之付出代价的学习意愿，实际上反映了你对某个事物的兴趣。因此，如果能够将这种学习愿望转化为工作内容，那么工作就会变成你喜欢的事情，而不只是一项任务。另外，还可以通过观察排队购买新产品的人群来寻找灵感。购买一本书意味着你愿意花钱和时间来获取其中所包含的信息，这也可能是你感兴趣的领域。请尝试回答这个问题，找到你喜欢的事情，从而找到真正想要做的事情。当你找到真正想做的事情时，你会发现愿意将从喜欢的事情中获得的金钱再投资到喜欢的事情上，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要注意的是，喜欢的事情并不意味着一辈子都要做，而是当前最想做的事情，可能只是因为觉得有趣或引起了兴趣。不要把想做的事情神圣化或遥不可及化，只要是你当前最想做的事情，就足够了。请尝试使用本文介绍的方法，找到你当前真正想做的事情。最后，我也将解释一下最危险的职业选择方式。在选择职业时，重要的是通过理性思考和判断，找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道路。当然，考虑到利益也是至关重要的。收入水平对于提高生活质量是一个关键因素，而所选择的行业是否处于发展阶段，也直接关系到未来的收入情况。然而，在时代变迁迅速的情况下，一个目前看似有利的选择，很快可能就不再适用，这是很常见的现象。回顾一下30年前的1989年，当时世界前50家公司中有32家是日本企业。然而，到了2018年，你知道在前50家公司中有多少是日本企业吗？只有丰田汽车这一家公司。这30年间，社会形势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更进一步，现在时代变化的速度正在加快。我相信大家也都听说过，甚至亲身经历过这种变化。或许你现在认为选择这条路会有很多好处，但我想提醒你，这些好处可能在10年或20年后消失。当前虚拟货币似乎很赚钱，编程也很有前途，知名 YouTuber 可能会大获成功，自由职业者和数字游牧工作等等，这些名词在视频、书籍和博客中随处可见。然而，只看重这些好处而开始工作的人，一旦这些好处消失，他们就会陷入困境。实际上，以追求好处为目的去学习编程的人，无法与热爱编程的人相提并论。这样做既无法投入足够的时间和金钱，也无法在竞争中获胜。尽管即使失败，也可能获得一些收入，但最终你会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开始时并不喜欢的工作，但为了金钱而坚持的恶性循环。如果行业发展不如你所期待，你会发现自己没有底牌可用，只剩下一份让你不喜欢的工作。因此，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我们需要持有不同于单纯追求利益的判断标准，这样才能找到真正想要从事的工作。评判标准应该是你内心的标准，而不是仅考虑利益的标准。当面对无数选择时，如果只考虑利益，做出决定会变得困难。但如果依据内心真正想要的东西做选择，那么决策就会变得简单。我希望在选择工作时，你能够根据自己内心的标准来做决定，比如被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吸引，与自己价值观相符等。通过将无数个选择通过自己的筛选器，
就可以将选择范围缩小到几个合适的选项。根本的原则是喜欢和讨厌的事情，也就是你内心世界中不会轻易改变的部分。一旦做出决断，迷惑就会消失。因此，无论时代如何变化，你都可以坚定地行动。找不到想做的事情的根本原因在于选择标准错误。如果只考虑利益而不考虑内心的标准，是找不到答案的。因为情况一旦变化，决断也会跟着变化，所以你会一直犹豫不决。即使觉得找到了，如果用了错误的选择标准，得到的答案对于内心没有激情的你，也可能不是理想的工作。被名人言论迷惑或受到他人思想影响时，容易失去自己的立场和核心，导致缺乏内心的坚定方向。缺乏这种内心的坚定方向，会使人感到未来迷茫和不安。现在需要彻底改变这种思维方式，不再依赖外部的评判标准或受制于他人的价值观，而应该转向内心，找到自己真正的核心。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拥有内心的稳定和坚定是至关重要的。这样一来，即使在这个复杂多变的社会中，也能够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清晰方向。为了找到自己内心的核心和评判标准，建议使用第2章的方法，希望这对你有所帮助。今天观看完当天的视频后，请务必立即使用第2章的问题来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因为找到想做的事情应该尽早完成。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会越来越被外界的期望所困扰，陷入应该做的事情中。作为社会人，作为上司，作为家庭成员，对于应该做的事情越来越困扰。而在寻找自己想做的事情时，这些应该做的事情常常成为我们的借口。或许已经觉察到这一点的人也有，让你意识到那些束缚你的东西。现在你可以不考虑应该做的事情，而专注于找到想做的事情。现在就是时候了。那些已经明确知道自己想做的事情的人，在面临应该做的事情压力时，能够明确的拒绝。这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也知道不需要什么。明确知道自己想做的事情的人，会努力获得必要的技能和知识，从而变得更加自由。而被应该做的事情所束缚的人，则会被围墙和常规所限制，变得更加受限。有些人在大学时认为那是最美好的时光，于是开始建议年轻人多玩一点，但这不对，因为人生中的今天才是最美好的时光。今天的你是最闪耀的，全身心投入到想做的事情中，人生会变得越来越有趣。我希望你们能通过自己的行动，展示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让生活变得更加精彩的。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